本节目由思维师超光屏联合赞助播出，解锁上扬能量，推民自线上场。本节目由 SK2 特约赞助播出，根源抗老修护，年轻眼见为实，眼镜一戴人人爱，智能助手悄悄来，与华为智能眼镜2一起开始推理吧。开始推理吧第2季游戏规则。每期6个玩家将分为4个嫌疑人和2个推探，进行探案。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中，真凶的任务是隐藏自己的身份，不被其他玩家发现。仅有案件真凶可以说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本期加入全新玩法，作为真凶的玩家如果通过某个考验，则他可以在2位推探之中选择1人，将其黑化为 X。X 的任务是在接下来的探案过程中努力帮助真凶逃脱。游戏胜利条件：探案结束后，玩家进行真凶投票，如果真凶的票数低于其他嫌疑人，则真凶与 X 获得金钥匙；反之，其他投对的玩家获得金钥匙。2004年6月3日是为期3天的推证艺术学院校庆活动的第1天，但在几位同学现场彩排推鹅湖时，大屏幕突然出现了子道乐的求救视频。子道乐怎么了？我就在柜子里。众人发现子道乐死在了道具柜中。子道乐！随后，在推探的搜查中，无人的琴房又出现了第2位死者 TYP。随着推探们的继续探查，发现隐藏在学校洗衣房后面的推克帝国，从而推测2位死者可能是楼主和555协同密谋作案。咱们4个嫌疑中的2个人。2个人。对，没错。但遗憾的是，最后众人并未抓住最后的真凶，让其逃脱。我们俩怎么对打呀？我们明天还有演出呢。看到爱唱歌跳楼自杀了。推证艺术学校校庆仍在继续，众人还会遇到怎样怪异的事情？我是金丝雀，我饰演的是公主金卡。我叫鹤顶猴，在剧中饰演的是个魔王大白鹅。大家好，我叫宁好，我是饰演战神大禹王子。我是白羊座，饰演的是胆小怕死的王子小雨。大家好，我是柯道乐，我饰演的是骁勇善战的王子毛毛雨。我是八字美，我在剧中饰演女主角白天鹅。哇！你这也太……这就是我的女主角。你嫌弃我妹夫是吗？不要这样，妹夫。你不是大魔王吗？我是大白鹅魔王，在剧中饰演的是男主角。打脸。哥哥，快坐，怎么了？快坐，哥哥。刚才我们的这个双女主的其中之一个女主，她说要加一场吻戏，准备在这里。跟谁呀？她随机挑选一个幸运观众。哥哥就不上了啊。好嘞，遗憾了吧？哎，
导演呢？哦，对对对，我们要彩排啊，今天。没错，彩排。但我们导演怎么还没来？哎呀，导演你好。实在不好意思，导演，我昨天连夜修改了一下《退鹅湖》的剧本，因为我昨天思前想后，我觉得魔王把公主变成黑天鹅更加精彩，所以今天早上我也和八字美商量过这件事情。对对对对，我知道这件事情，因为今天早上，Respect 跟我讲的时候，我觉得也挺好的这个创意的点子，再加上我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黑天鹅的造型，所以我很想试一下。那现在开始，大家其他人的角色不变，我们开始正式排练，好吧？好嘞。哦，对他这个台词也改了嘛，黑天鹅终于变回了公主。最后一页被撕的是啥呀？对，问一下导演啊，啊，你看到最后一页剧本被撕是这个是你修改掉的吗？有一些隐藏的剧情，演出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的。那现在开始，我们开始正式彩排啊！先从鹤顶红开始吧。啊，来，这么突然？好帅哦！鹤顶红，你先给大家打个样，你要仰天大笑，然后开始施法，像长恒仙君那样。因为你是来自神秘东方的大魔王大白鹅。大魔王。对，我把公主变成了大黑鹅，大黑鹅。黑天鹅，大黑鹅，黑天鹅。公主呢？啊，公主是，我是公主啊。你呀，你是公主啊，你配合我一下。这样开始了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变！好，表现得很好，金丝雀，你觉得鹤顶红演的怎么样？还不错啦，100分的话，我给99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是八字美和3个王子，你们要演出八字美在天鹅湖跳舞，然后呢，大雨、小雨、毛毛雨这3个王子要争先恐后，想要看这个黑天鹅的舞姿，要玩尬的是吧？好，你们上台吧。争先恐后，我要躲开。哎，你把兵器放下，别给我误伤了，你给我放下。来，好，稍等一下，我先找一下天鹅湖的音乐。我还有音乐 music。对，凭什么我的那玩意儿就是？因为我觉得你就是站在那儿，你就可以施法，所以就没有给你配音乐。好。开始，争先恐后。我来，你怎么了？回来啊！怎么不拦着呢？你在干嘛？黑天鹅。好。大魔王和我约，把我变成他，把人尴尬笑了。又被你尬到了。好，那现在有请我们的金卡公主、金丝雀和白羊座，你们2个要演出冲破万难，终于在一起。白羊座，公主声音细一点。不，你不能刚讲。粉色泡泡，感受。什么？你死之前，我想给你一个真爱之吻。立刻死是吧？
也有你接不住的。小杀手，你竟然没有接住金卡拉的气。好，因为今天呢，八字美她的这身装扮也非常的漂亮，所以我也想看一下这个黑天鹅和小雨王子刚才相同的戏。我要跟他演的一样，是不是？来吧，一样的桥段。你也不用啊。换一种表演方式也可以。咱们试一下，先由我来当旁白。这一天，由于被王后训斥迟迟不成心，王子小雨来到了推鹅湖畔散心，遇见了独自美丽的黑天鹅。黑天鹅向王子小雨讲述了自己的遭遇，两人惺惺相惜，爱上了彼此。小雨王子也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把公主变回来。一出好好的话剧，都整成啥呀？好，现在已经10点钟了，在正式演出之前，我们要保护这个舞台的置景，所以你们不要待在小礼堂里。那我现在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好的，拜拜，导别演。使了一会儿。那他让咱现在走啊？不是，他让我们自由活动的时候自由活动不要在这里待着。咱们就也撤了吧，行好不好？你能出得了门吗？侧着走。演出越来越近了，好状态要一直保持。坚持吃斯威诗超光瓶，获取肾阳能量，助力轮廓线条更好看。谁见了都要喊一声 respect。同学们，推荐艺术学院校庆活动之音乐剧《推鹅湖》现在正式开演。本次演出将由校电视台全程直播。俺鹅，俺大白鹅。那我们还用排一遍吗？直接演。来吧，来吧。哎，来人了！什么啊？快来人了！死人了！快来人！快来！小伟呀！等一下，你的气儿。你的事儿。卡门了，你刚才卡门里了。同学们，跟我走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导演，瑞斯贝，昨天爱唱歌在这里出事，没想到瑞斯拜在这里又出事了。我仍然在宿舍的天井里看到爱唱歌跳楼自杀了，天井已经被封锁了，你们就在这儿待着。又死了2个人。我在11点20的时候收到一条匿名信息，让我来2楼的天井。结果我一到2楼的天井玻璃窗，就看到瑞斯白躺在1楼的地上。我赶紧下楼，发现因为胶带的原因，门根本推不开。于是我只好跑到小卖部去拿一把美工刀。啊，这个。伸进门缝，把胶带划开，才进到天井。结果我发现瑞斯拜他已经彻底没气了。这个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反正你们不要怪到我头上，我惊吓过度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在下雨啊！推证2004推艺怪谈之午夜的诅咒正式开始。现在是2004年6月4日中午11点30分。本案死者瑞斯拜是推证艺术学院音乐表演专业大2的学生。经过初步排查，瑞斯拜的死不排除他杀的可能，而杀他的凶手就锁定在宁好、又是你，金丝雀、鹤顶红、柯道乐4人之中。八字眉和白羊座暂时没有嫌疑，
所以成为本案的推探。谁选我当 X， 我就让谁输。张凌赫现在很难受，他很难受的点是什么呢？如果他选了老白，就很容易被我们猜出来他俩合伙；如果他不选他，他会被他折磨死，就是现在很痛苦。他现在，请2位推探留在案发现场进行初步搜证。我该死，拿机器打印出来了。额头还有血迹。今天结束彩排后到洗衣房来。我这是那个推吧，推翼之星，胡杰第1名，实至名归吧。虽然跟我是一届，但他可是我的童年偶像。那旧屋里边，再就这个架子嘛，那脚手架高度6米。他就是头着地死的。那他就是从那上面摔下来的呗？不是让他去洗衣房，他来这里干嘛嘞？那就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外伤。哎，他有一个手镯。鞋也没啥，很干净。鞋应该没啥，应该没。他脚受过伤啊？就是被人绑住了呗，脚。1个小时之内绑住能绑成勒痕的，吊着的，把脚吊上，倒吊，然后给他扔下来。对。行。之前那个小伙儿来的时候说小卖部啊，对对对。哎，你翅膀呢？我为了这个搜证，我就把翅膀给折断了。我是折翼的黑天鹅。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呀？你是白羊座？啊，对，是。哦。我同班同学。啊，叫什么名字？小柔。我叫小薇。啊，小薇，对，小薇。哎，那你们在天津做什么呢？刚有人死了。啊？小卖部是有监控的。就是这个监控，说不定拍到什么有什么线索呢。通知：从今日起封锁校园内所有2楼以上的建筑窗户。白羊座。你不是小柔吗？她不是小薇吗？我是小薇，我在这个小卖部工作。他刚说他是小薇啊。这小柔见了我结巴，你小薇见了我不是结巴呀？我是小薇。小柔，她很早以前她就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我们那个同事查到监控之后，一定会跟老板汇报的。这个是他的电脑，里面应该登录了他的聊天账号。可是我对这个电脑一窍不通，要不然你们研究吧。超光屏的秘密。我们那个同事特别爱美，平时就老在说吃了超光屏可以上扬变美什么的。我们店里最近有个思维师的拍照打卡活动，就是用我们店的人气爆品思维师超光屏进行打卡拍照，露出美美的下颌线，然后就可以收获1张上扬卡。你们想参加吗？我来试吧。好，
你刚说的这个我知道，因为我也一直都有在吃思维式的超光瓶。这个就是你们的上扬卡，谢谢。那你们先研究，我去后面理货。好。哦，好，谢谢。白羊座，哎，加油！哦，他喜欢你啊。顿号落牙燕田。哦，就是每一个他都能对上是吧？麦田、燕麦芽、麦芽，那就是麦。对。顿，角落，号角。原因、基因、因果。硫磺、硫化、硫酸，红黄绿紫，麦角硫因。哦，对的。所以说，超光瓶的秘密就是麦角硫因。但是不得不说啊，这超光瓶真的可以助力脸部轮廓线条更好看，轻松拥有上扬好状态。爱漂亮的店员。哦。好的。走吧。请2位推探带领嫌疑人准备问询。推探搜查案发现场的同时，动脑堂的成员也搜集了与本案4位嫌疑人相关的部分证据。因为外面下了大雨，所以我们就不要去动脑堂，就在小礼堂进行审讯吧。好。哇，小礼堂怎么没有瓜果了呢？阴谋。哎呀，你怎么换衣服了呢？因为我刚才在搜证的时候把翅膀给折断了，触犯了天条，所以我被贬为凡人。是挺烦人啊。为了表示我对推探的尊重，我也穿了一个马甲。哇，更加阴险了，看起来。哎，我们这么近，不会一眼就看穿了内心吗？这里连个黑色的隐藏的地方都没有。你在怕什么？你在害怕什么？我鬼鬼祟祟，我从小就有偷感，是吧？从小就有偷感。我觉得这2天发生的这些命案，其实都跟这个推艺的7大怪谈都是有关的。现在呢，这几个前面的大概有4个都已经应验了。啊，有个人又到了 ！TYP。好多啊！31个，我们班一共30个人啊。然后现在还有3个，还会死3个人。所以今天死掉的这位瑞斯拜想跟大家去问一下，和这个死者的关系是什么？所以我们先说啊，我跟这个瑞斯拜呢是同学，然后也是室友。瑞斯拜之前的音乐剧我都是女主角。啊，瑞斯拜就是我的学妹，我觉得她邀请我来替她的这个推鹅湖来站台嘛。你没有工作吗，学长？你毕业了没找工作吗？没有毕业啊。人家制作人吗 ？TYP， 你忘了吗？他今天有身份。昨天是这样的啊，那个。嘴角压一下，哎呦，是这样的，这个我跟这个 Respect 呢就是同学，但是呢他是搞这个话剧这一撇的，但是我主要是电影咖，我跟他就是其实交集不是特别多。
但是呢，他的才华我还是比较欣赏的，他是一个比较厉害的导演，我觉得。我和瑞斯拜也是同学，他是做音乐剧创作的，但是我们之间的交流仅局限于艺术层面。你们交流过很久吗？就是我有幸参演过一些他导演的剧目而已，就只交流艺术上的。当然啦，他心里还有我呢。没了，这么快？那是昨天的事儿。那是昨天的故事。那是昨天的事儿。你咋了？我是推探，我咋了我？哦，是吗？好反常啊，真是。我说一下我跟 respect 啊，因为其实呢，他心目中的 ，sorry， 他心目中的女主角一直是我。他能看到我身上的那个 energy。哇哦，明白了。就是我们关系还不错，因为他赏识我嘛，一直说要给我女一的。那为什么一直找他？没有啊，今天其实那个剧目她是女一啊，对吧？哎，我就比较简单了，去年才转学过来，跟他就是导演跟演员之间的关系啊。然后我跟他的关系也仅限于我跟八字美出演了他的剧目，没有其他关系。好镇定啊，感觉像练习过的一样。我和思雨没有什么关系，每一个动作都设计过，手背后也是。哎，我跟他说的一模一样，凭什么就怀疑我？你为什么要跟他说的一模一样？你看，他是你男朋友哎？对哦。就是这样，我本来来的时间就不很短，哪有跟他过多的交集啊？没错。所以大家都跟这个谁都只是一个没有太大的关系，浅浅的一个关系。我们来讲一下，就是我们在现场搜到的搜证报告。死者是瑞斯拜，案发地点是在宿舍楼的天井。然后刚才呢，我们找到了一些证据，我该死不是写的，是拿机器打印出来的。反正这个东西，这说明他肯定不是自杀嘛。根据我们在案发现场搜到的相关证据，尸体的头部有外伤，还有血迹。然后这个镯子，对，这个镯子是在他右手的手腕上发现的。哎，他有一个手镯，里面有一行字写“圆环银镯，精美坚固，7米内掉落，绝不变形”。所以它应该是超过7米掉落，它才会变形。哦。他的确是从高处有坠落，但这个坠落是不是死亡的直接的原因并不清楚。然后楼顶他们都已经封住了呀。然后这个就是刚才在那个脚架上面看到的，脚手架高度6米。OK， 脚手架6米，比如说我，这就7米多了呀。哦，你说按照身高是吧？对啊，不就形成了7米以上的高度坠落吗？有其他致死伤吗？还有他的脚踝处有勒痕，就被人绑住了。不一定是坠楼吧？我觉得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在他外套的口袋里看到的一张纸条，说瑞斯拜今天结束排练后到洗衣房来，我会告诉你爱唱歌跳楼的真相。我们是在10点钟结束了排练，然后大家就从这里离开了，因为他不是不让我们在这待嘛。
现在已经10点钟了，在正式演出之前，我们要保护这个舞台的置景，所以你们不要待在小礼堂里。那我现在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我们后来又搜到了监控证据，证明他10点15的时候就是走向了这个洗衣房的方向。这是9点到11点半的监控。Respect， 10点15，他没有上楼。他有出来吗？没出来，没有，因为洗衣房那里是死角嘛，没有监控的啦。他拐进去，对，我们再看到他就是在变成尸体。这就是那个监控视频。好好看监控，昨天就是没好好看监控。爱漂亮的电影。哦，宿舍楼的。10点15分 ，Respect。11点20是谁？小黄。他去找那个女孩了，他看到了。11点26，他冲到了那个天井，然后现在他去借刀，去便利店拿那个刀片，然后把门打开。死亡时间我们大概推测是在10点15到11点20之间。那这个监控是几点开的？9点到11点半，就是没有人经过这里。那是我告诉你们了，昨天我杀那谁的时候呀，今天状态完全不一样啦，还没去坐牢。我是在那个监控，就是监控打开之前做好的一切布置，也就是说，很有可能今天9点钟开启监控，我如果是凶手的话，我可以在9点之前就大摇大摆，各种，yes。你有一个问题，我们在这排练，我们在这排练呢。那就说明不是从这边进的呀。那个门是被人拿胶带给从里边给粘住的。那这个人如果从里面粘住这个门，他怎么自己再出去呢？如果上面都被封起来的时候，我赶紧下楼，发现因为胶带的原因，门根本推不开。哦。所以那里边就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出口嘛。你的意思是天井里面有别的密道？对。然后证据是有一个推扒的一个3张纸，2003年推艺之星评选的结果，第1名是胡洁，然后呢，去年的最后1名是爱唱歌。2003年。对，今年的胡洁是最后1名。第600名胡洁。第2张就是就有人说了嘛，说哎，最后1名是爱唱歌，他可一直是第1哎，震惊。第2张里边还有一个信息啊，就是那按照惯例啊，这1年都不能理他了，就是我们学校的惯例是最后1名所有人都不理。啊，校园霸凌。对。然后第3楼是这胡洁是第1，也算是实至名归，就说明胡洁也是有点能力的。而且胡洁虽然跟我是一届的，但他可是我的童年偶像啊！啊，小时候谁不是看他的剧长大的？哈哈哈！我那个时候天天追他出道的那部科幻儿童剧。听说胡洁还从小写科幻小说，还拿过儿童科幻文学奖，好厉害！粉了这么多年，果然没有粉错人啊！但问题就出在了那之前一直第1的，突然到了最后1名，然后去年的第1，今年又成了最后1名。这就说明这个评选是有问题的嘛？那所以今年的第1是谁？我。哦。或者说明有人嫉妒心比较强，或者是这个第1名总是会被威胁，如果你听我话，明年我还可以继续怎么样？但大家都没有听那个人的话，所以他第2年就被放到了最后，让你尝尝你不听我话的滋味。
校长，结案了。还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还碰到了一个人，小薇。小薇，我是小薇。然后小薇见了我是会翻白眼，小柔见了我就是会结巴，但是今天见到的小薇她是变成结巴。哎，人格互换的感觉。你们还记得小薇是那个创建那个密室里菲克帝国？可是我对这个电脑一窍不通，要不然你们研究吧。因为小柔呢是当年被全班同学都是说她是恐龙妹。恐龙妹？对。而且对她的态度比较暧昧。白同学，你要加油，加油，很可爱啊。小薇有什么昵称吗？昵称？小薇呀。你不是说小柔叫恐龙妹吗？那小薇有没有可能？哦，对，还有一点是，你问他小柔去哪里了，他说他已经消失有一段时间，消失了。那你最近见过小柔吗？小柔，她很早以前她就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昨天我们在洗衣房，我俩揪着的那个恐龙头套。这么复杂呢？我先来啊！我这个是那个贺鼎红的证据，在贺鼎红宿舍抽屉里发现了一张他和一个女孩约会的这个图片。这个女孩有个英文名叫 Canary。网名。但这个女孩是脸上不知道为什么有好多红点儿。她的红点呢是她天生长的痘痘，9颗痘痘是她的标志。那就是她。我是9粒黑痣，我只是他的替代品。他们在这个拉斐尔铁塔1级米其林餐厅，这个是推卸力社大街。然后呢，还有他们也经历过这个推纳河畔，这个好像是他掉河里了是吧？他是来救你的是吧？说吧。这个女孩呢叫 Canary， 是我从小时候的青梅竹马。青梅竹马。什么？我呢很久之前就跟着我叔叔贺导在国外，他拍戏，我就跟着他生活，就遇到了叫 Canary 的一个小女孩，然后跟她一起经历了很多，在什么推贝尔铁塔下玩啊，在推纳河畔玩呢，而且我掉到了河里之后，是她救了我，与我是有救命之恩的。所以你就答应要娶她？你也答应过要娶我。你别捣乱，你别捣乱。他刚才凶你，他今天慢慢对你没有耐心了，已经。他已经不喜欢你了。我老觉得他抱着我的时候手那么冰，看着我的时候眼那么冷，吻我的时候也不诚恳。你发烧呀？好绝啊！但是呢，后来因为，我叔叔要回国了，所以没办法，就只能跟着我叔叔回国。就跟他从此就没什么联系了。
然后呢，这是第二个，鹤顶红校服口袋里的一封信。Korean 是你的，是我当初在国外的英文名。哦，这么洋气。Kareem， 我想和你告别，请别觉得突然，听我说一个故事吧。你转学到退役的那一天，我一眼就认出你了。但和金丝雀立刻坠入爱河的你，似乎完全忘记了我。去年退役之星的评选结束后，我没想到你竟然也成了无视我的一员。不过我还是谢谢你，小时候和你的回忆是我痛苦生活中唯一的幸福了。再见 ，Korean。一只不再唱歌的 Canary， 爱唱歌。哦，爱唱歌就是你的青梅竹马。你太伤人了，你伤害了爱唱歌。天哪！你每天晚上跟我在宿舍打视频，他都听着。哦，对，他室友。爱唱歌后来认出他了嘛？他跟我谈恋爱，我们一直打视频，也说宝贝在干嘛？哇，你是个人吗？你哎。所以什么？你说。所以你害得他太过悲伤，跳楼自杀，你就是致死他的凶手。投票。那个爱唱歌你认出来了吗？我不认识他，昨天我才知道爱唱歌原来才是我曾经的那个 Canary。昨天才知道。啊，我才知道，因为我刚刚去年9月份转学回来的时候，第一眼是见到他嘛。我为什么会喜欢上他呢？为什么？不仅仅是因为他绝世的容颜，当然也是因为他脸上有9个痘印。不是痘印，那是黑痣啊。那反正就我以为是痘印嘛，就我以为他是我小时候的 Canary。哪里来的这封信？我不知道谁给我的，在我宿舍里就发现了。信是什么时候收到的？这封信是昨天我们收到爱唱歌他跳楼信息之后，我才收到的。你给了他致死一击啊！所以他就是因为他没认出来他就跟着这个所有人一块霸凌他，然后呢就是伤害了他，没想到我那么爱你，你竟然霸凌我，而且你还找了别的女朋友，我不活了，啪，死了。然后呢，在你电脑里呢发现了一个问题，你也到了过黑客帝国的网站上。我昨晚才登上去。登上去之后呢，有一个匿名私信说，看到你发帖询问有没有人知道爱唱歌因何而死，我知道真相，他的死与 Respect 有关。Respect 是学校里出了名的恶女大姐大，以专门欺负同学为乐。在大一学期的推艺之星评选中，在 Respect 的控票操作下，爱唱歌成了最后一名。那评选结束后，全校同学都不再理爱唱歌，集体把她当作透明人。本来她是期末大戏《卡门》里了的女主热门人选，但因此事痛失机会。被孤立的她再也没有开口唱过歌。推测因为推艺之星再度开启评测，爱唱歌担心自己继续会被评为最后一年，无法承受隐性霸凌的痛苦，而选择了自杀。所以你就杀掉了瑞失败。解释一下吧。我收到这封信之后，其实我很难受。曾经的青梅竹马在学校遭遇了这么样不公的对待，而且我最难受的是我自己也参与到了其中。因为想了解到爱唱歌是到底被谁害死的，所以我才登录了那个推客帝国，去发了这么样一个匿名信，想去问问有谁了解到这个实情。我坐在无可奈何边上的时候，就有人给我发了这个信息，就把这个事儿给阐述明白了，说是瑞斯拜导致的这个事儿。所以我才对瑞斯拜产生了杀心恨意。但是我知道瑞斯拜霸凌爱唱歌，我知道爱唱歌是我的青梅竹马，都是发生在昨天晚上，完全没时间去搞这些事儿啊。
这树皮怎么回事？我在收到这个信息之后，我就从乌克兰河回来了。我在宿舍楼跟艺术楼这边各个房间都去了一圈，逛了一圈之后，听到了外边有声音，然后看到了河边2棵树倒了，树皮上面有一个猪鼻子的印，然后看到了一个猪像的一个人。啊？猪人？就是你不确定他是人类还是说一个怪物？怪物？怪物。昨天遇到一个恐龙人，今天一个猪头人，然后那个人小柔还提到说他互换了，就小柔跟小薇2个人的性格互换了。对对对。OK， 好，我都完事了。他的杀人动机就是替 Canary 报仇。金丝雀，分享你的证据。我曾经跟这个人恋爱这么久，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君子，但没想到，我没想到。OK， 这一件白 T 是在你的床架和床尾发现的，上面都是树叶和土味，是怎么回事？以及这条4角平角裤。不是，它有点脏哎，今天好像拉裤子了。是黄色的。尿裤子上了吧？不，那是土。这我睡裤，这是我的睡衣。那为什么这么脏还有树叶呢？想问一下，这一件你喜欢玩这套？救命啊！这是在床架和床尾上面发现的。这有没有可能是靠着死者的那2个脚啊？哦。等会儿，你先听我说完。好，你说。这副脸红了啊！这副手铐是我个人爱好。好呀！你听我说，这么变态吗？我们先是办完案子嘛。你这是办完案子吗？你这是杀了人。不是，我们昨天在那个刑警房办完案子，我去处理了一点自己的事情。什么事儿？你管得着吗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自己的事情。你舍友谁啊？鹤顶红啊！鹤顶红啊！你问我舍友是谁？哦，对。等会儿，你先听我说完。我接下来说的字字是实话，虽然很离谱，但是你们要相信我。你说。是这样的，昨天晚上我们在刑体房办完案之后，我处理了一点自己的事情，然后我就回宿舍了。后来我在宿舍里面我就睡着了。我睡着之后呢，我突然感觉到我的鼻子很疼，然后我又感觉到我的屁股特别疼。想拉倒。你是我舍友，你搞得我都很不清白。我屁股疼怎么了？我屁股不能疼。你听我说完。我明明是在我宿舍床上睡着的，我一睁眼，我发现我在无可奈何的边上。我发现我撞倒了2棵树。那你怎么知道那是你撞倒的？因为我当时疼了一下，然后面前就倒了2棵树，我一睁眼我就以为那个是我撞倒的。然后我就因为很疼嘛，我就想叫，然后我叫的声音就变成了猪叫，然后我就趴到那个无可奈何的边上，我就去看那个倒影，发现我变成一个猪头人身的人。看到了一个猪像的一个人，我再去看，就看到了树皮上面有一个猪鼻子的印，是你。我晚上看到的那个东西是你，所以你就是猪人。对。你是第一次发现你自己有这种状态是吧？对。然后我就觉得我会吓到别人，我也有可能会伤害到别人，所以我就去拿了这个手铐，把自己铐在床边，就以防，对吧？哪儿拿的？我去道具库里面拿的，上面写着呢。好，证据2了哈。
床底下，我都不愿意碰。这件事情是这样的，首先这个不是我的，这不是我的衣服。昨天晚上我在办完我们的那个案子之后呢，我处理一点自己的事情，我回到了宿舍写歌啊。然后我写着写着歌呢，我就听到走廊外面有痛呼的声音，就是很痛苦的那种声音。所以我就把那个门打开了小小的一个缝，我就观察，然后我就发现一个浑身缠满血的绷带的一个人，在走廊里面就是走。那可能就是我们遇到的那个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人，但我就是我只是在描述他的外貌特征。然后呢，那个人走远了之后呢，我就发现他有个衣服掉在了地上，我就赶紧出去把这个衣服捡起来。我想去查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我太害怕了，所以我就带回去，决定明天早上天亮了再去查。那你天亮查了吗？天亮我们就来排练。明白。我是无辜的。下一个证据，他的电脑推吧上发的帖子，安利帖：音乐剧之光，没看过猪头的人都给我去看。猪头讲述了一个童年在年少成名后，逐渐在演艺圈中迷失了自我的故事。然后3楼有人说是挺好看的，演得很真实。又有人回复，因为男主角本色出演才这么真实的吧？他是为了艺术献身增肥了吗？又有人回复是本来就胖。然后呢，又有4楼说没人说吗？角色名功劳也很大，猪头。谁想的呀？有人回复，听说他们专业的一个小帅哥提议的。然后这个 Dola 说感谢认证。然后5楼又有人说猪头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然后又回复猪头的谐音。这个 Dola 一直在以知情人的形式在回复。你吧。然后呢，7楼有人说别吵架，还有没有别的音乐剧推荐呀？有人回复卡门利了也不错，同意，巴巴在里面太美了，我一句不提。又有人说，而且她人超好的，卡门利了女主实至名归，是双女主嘞，这个我要投诉她。8楼有人说，没人好奇猪头男主原名叫什么吗？回复叫猪头，说别闹，叫胡杰。好像是童星出身。又有人回复，但你确实可以叫他猪头，听说之前宿舍楼那个憨人就是他。Dola 说就是他，这个 Dola 很知情。说什么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件事情说来话的就比较长了。我从大一转到这个大学的时候呢，就经常在宿舍楼里面听到鼾声。哎呀，有点像。那不然呢？多几个味儿啊！就是类似这样的声音，很吵。但是当时呢，我忙着和金丝雀谈恋爱，我就没有太在意这件事情。直到了11月份的时候，这个鼾声影响我的睡眠，导致我后来演出也出现了很重大的事故。我就去问这个我听鼾声来源的地方，就是202宿舍，也就是宁好和胡杰的宿舍。我就去质问他，我说这个打鼾的人是不是你的好朋友胡杰？他说是的。于是呢，我就得知这个胡杰喜欢打鼾，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事情给他报复回来。到了后来呢，这个 Respect 就想做一个音乐剧，因为他听说了这个胡杰的事情。这个胡杰在长胖之后，也很少再有演出找到他，他也就没有再有演出的机会了。这个 Respect 呢，就得知了这个事情，获得了一些灵感。所谓的童星红极一时，长大之后又变得很落寞的这样的故事，他就想做一个这样的音乐剧，并且找胡杰本人来演。然后呢，我就跟他提议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报复他的机会，我就跟这个 Respect 说，我说你把这个剧目的主角的名字改名叫猪头，好不好？因为和猪头是谐音，因为他很喜欢打鼾。
然后 Respect 就很开心的接受了我的提议，同意了，并且他把这个剧目的名字也改名叫了《猪透》。在演出的时候呢，胡杰本人对我介绍，他说：“大家好，我是猪透。”底下都说胡杰是猪透。就是我在听到这些声音之后呢，我的心里面就暗暗变得很爽。你不是这么好人啊你？就是啊，好阴暗啊！你不是说你跟 Respect 没啥关系吗？哦，对，我刚刚忘记说了，他的这个《猪透》音乐剧，我还在里面出演了一个 rapper， 所以我有幸参演过他的剧目，但是我和他的交流仅局限于艺术层面。那就是说你没有杀人动机呗？你觉得我有吗？来，你来。下一个我哈，到雷了。第一个证据啊，在他是我的啊，第一个证据啊，在202宿舍内挂着的，沾有血迹的枕套，然后沾有血迹的床单，一条不知道是血迹还是脏的裤子。你的宿舍这么多血，这血是咋回事？是怎么回事呢？昨天晚上我们那个讨论完之后呢，我就回到了房间。然后呢，当我刚要睡着的时候，我突然感觉到我身上这胳膊、腿、后背，包括所有的地方开始长毛。长毛。长毛，不是长毛，是裂。裂啊！就会有撕裂感，然后从这开始，从有小的裂痕和大的裂痕，我浑身开始出血，浑身开始出血，对，就是全部都是像用刀刮伤了一样，疼吗？疼到要命。刚才他用了一个词叫什么？痛呼了起来，痛呼了起来。所以他昨天这个看到的痛呼的人是你。哦，没错呀。然后呢，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疼，于是呢，我就到那个床底下找了纱布，然后给我这个所有的地方包扎起来啊，包起来了之后。然后呢，我拿着带血的所有的那个床单、被套啊、裤子啊、衬衫什么的，拿到洗衣房，我想给它洗干净，因为我怕。真是爱干净啊！都这个时候这样，你也不去医院，去洗衣服。因为我怕就是被大家看到之后对我唾骂。唾骂你？我们不救你吗？对啊，我们不会救你。但是我这人很在乎名声的一个人，毕竟是影帝，但形象上不能让人看到我满身是血。好。但是奇怪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在往回走的时候，我打开纱布的时候，发现我身上好了。就去趟洗衣房好了呗？不是去趟洗衣房好了，是在去洗衣房洗完衣服往回走的路上发现的，就好了。好了，第二个，您好，书桌抽屉里面有一张照片，其实我没太看明白这是哪儿？是小卖部吗？叫小卖部。是小卖部。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呢？第二天呢，我们就要演出，于是呢，我在大概10点半左右的时候出门去练我为退鹅湖准备的一首歌曲，虽然今天没有机会表现。练完歌回来的时候呢，我就要路过这个小卖部，我就突然发现里边有一个看不清长相，因为很黑嘛。我走近一看，他好像是那种非常偷摸摸的吃龙须糖，当时我就觉得很恐怖。吃龙须糖啊！那个时候已经是大半夜了嘛，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可疑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人是鬼，因为我只能看到一个背影黑黑的。于是呢，我就拿手机拍下来了。第三个电脑，然后这个是推吧的一个帖子啊。
楼主刮刮乐说：“我家亲戚是混娱乐圈的，最近吃了一顿饭，听到了许多关于某某毁三观的大瓜。各位搬好板凳。”各路人马都说：“行，沙发顶坐好了，楼主快放。”刮刮乐开始发了，说我们大二在读的2字演员，关键词童星，小时候出道前根本就不长这样，是大整特整。他还发了张胡杰的照片。雨光男还回复说：“胡杰长这样。”路人甲回复塌了，路粉转黑。然后路人乙，我之前隐约听到圈内人说他整容，我来放一段胡杰的其他料，让大家听听他的鼾声。哇，就是这个声音，好吵！你个猪头男，你好意思说人家？其他人就在说：“哎呀，滤镜碎一地，早点说嘛！前几天就不会让他去拿退役之星了。”还有路人丙就开始爆料说他在背后辱骂粉丝。粉丝太丑了，又土又蠢又烦人。不过好在好骗，随便糊弄糊弄就能为我发疯。然后后面还有什么刮刮乐又开始说他私底下玩得很花。交了18个女朋友，所有人都在鼓热度。然后最后有一个人就总结了一下各种说那个胡杰烂的条例，就开始骂起胡杰来了。那跟他有啥关系？是他爆的料吧？是这样，我给大家讲跟我什么关系？因为胡杰是我的室友。然后呢，我就是很羡慕他，人家从小就是第一是童星嘛，在我们学校上学的时候，他已经在演青春偶像剧了，我就是很羡慕他嘛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只能做一个推漂，我只是个群演，我那边可能是拍了那个石头疯狂的石头嘛，你拍了之后不就火了？但没上映呢，制作周期不需要1年嘛，那时候还没火呢。好的，我没火，所以呢，这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幅帖子，我就收藏了，因为我比较关注他的点点滴滴，因为我从小就崇拜他。你只是看这些帖子，对，没有参与发帖。下一个证据啊，我来告诉大家他有没有参与发帖啊？好的。这是在他宿舍床板底下贴着的一个铁箱子。首先啊，看这个。刚刚参与发帖所有的账号密码，哦，都是他的账号。你伪造！哇！而且他有个 list， 就是整容说了。鼾声说了，侮辱粉丝说了，交往18个女友在进行中，好像不需要再有什么证据了。现在说什么大家就信什么。恶意造谣，又杀人，又害人。这是你对胡杰的嫉妒心。推正大瓜，草根哪有童星好？史诗巨作当面埋伏，疑似换男主，把他圈出来说你凭什么？嫉妒心太重，嫉妒心好强。录音笔是吗？胡杰，我最近要去试戏，演个坏蛋，但有段词一直找不到感觉，你帮我示范一下呗。这段吗？我试试。这些粉丝太丑了，又土又蠢又烦人，我好在好骗。哎呀，这个人您好，掐头去尾，您坏。恶意截取造谣。哇，犯法了你哦，这属于犯法了。他昨天已经犯了法了，他。还有呢，别着急，还没结束。这张照片，这才是胡杰原本的样子，多帅呀！
他说长得丑，说他整容是恶意 P 图。天哪，你好坏呀！又偷录别人的声音。还有呢啊，打鼾是谁打鼾？太可恶了！是谁打鼾？造谣给人家。那好惨的蝴蝶。好吧，既然你们都找到这些证据，我只能承认了。本来呢，这一部这个鹤岛赫赫有名的鹤岛要拍的这部剧叫做《当面埋伏》，本来是说可能要定我，但是呢，这个胡杰呢截胡了，截胡了，胡杰直接把这个事儿给我截胡了，他刺痛到我了。于是乎呢，我就想报复，我想报复他。那我给你上网造谣，我就说一些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照片你们看到了，我给故意给他 P 丑了，做一张假的这种 P 图出来，我再拿自己的号去说，哇，他居然长这样啊，就是然后得到认同，然后呢，我再录下自己的鼾声到网上给他造谣，然后我也用别的号就是去炒作嘛，去侮辱他嘛，然后包括背后辱骂粉丝那一段，其实是别人找他让他演示一下试戏嘛，所以他就演了一个那种角色里的东西，但是呢，我把中间那一段截取下来，断章取义，给他放到网上，让大家去审判他。然后呢，其实后面再往他身上泼什么脏水，我觉得大家就会相信了，因为集体网暴了呗。对，就集体网暴了。只要你有一个事儿，大家认为是对的，那后面你说什么事儿都觉得是对的。无论他对不对，他不在乎是真与假，他只在乎他想看到的东西。发泄嘛。后来那个胡杰不就自暴自弃了吗？他后来就是其实被这个网络骂完了之后，他就也找不到活了，然后呢就自暴自弃，变得越来越胖，然后越来越丑，所以后来演了他们那个男主叫做猪头嘛，是这样的，所以我就做了这件事儿。哎呀，你看看你，所以你昨天晚上就会流血，对吧？报应。那所以你变成猪人是你做过类似的事情吗？你也参与了网暴，我也参与了所谓霸凌胡杰的一环吧。还有一个那个什么 Respect 也是霸凌者嘛。哎，那你为什么要杀 Respect 呢？我没有要杀他。但现在大家说的跟 Respect 没有什么任何关系，就只是跟胡杰。但是胡杰不见了吧？胡杰是最后一名 ，Respect 是一直控制着我们这个推艺之星的这个排名操控的。在大一学期的推艺之星评选中，在 Respect 的控票操作下，爱唱歌成了最后一名。这一届胡杰是最后一名。对，请看大屏幕。哎呀，第600名胡杰。600名啊？对。到目前为止，他们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，都是跟胡杰嘞。到我了，到你了，到我了。这个是在你的那个外套兜里找到的，什么东西啊？龙须酥。明文哥回来的时候呢，我就要路过这个小卖部，我就突然发现里边有一个好像是那种非常偷偷摸摸的吃龙须糖，当时我就觉得很恐怖。原来我看到那个吃龙须糖的就是你啊！原来他看到的人就是你啊！你在干什么？我仿佛着了魔。你们听我说，昨天案发之后，我非常的紧张。可是我想到第2天还有演出，我必须去表演和锻炼，所以我就去形体房，我就练练我的肢体啊什么的。然后我在练肢体的时候，突然眼前白茫茫一片，笼住了我。我想逃，我逃不出去，我真逃不出去。我说我要出去，放我出去！难道是我入戏太深？
然后我就一直挣扎眩晕。再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到了小卖部，我瞬移了，而且我就在吃龙须糖。魔怔，你也梦游，就你没有记忆。从练功房直接在小卖部。是的。那么问你这个吧，推证艺术学院查寝表，102住着八字美和瑞斯拜，201住鹤顶红和我，202住宁好和胡杰，是否在宿舍？是否有刀具？全都是打了叉的。是的。什么东西？因为我是楼管阿姨的小楼管助手，当天呢轮到我陪阿姨去查寝了，所以1点钟呢我就跟阿姨一起查宿舍，结果。没有一个人在座各位，包括胡杰，没有一个人在自己的宿舍。我跟阿姨气坏了。凌晨1点的时候，对，1点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不在宿舍，没有人在宿舍。你1点的时候没有吃糖吗？我就后来吃完糖了，在小卖部醒过来了。1点我就回到我的宿舍楼，阿姨说来查寝了。可那会儿他已经回来了呀。我是先看到吃糖回宿舍去打照片，打完照片看完之后，我准备睡觉，睡觉完了我流血了。然后你去了洗衣服，你去洗衣房的时候有可能是1点以后啊。反正我是跟阿姨一起看到的，宿舍空无一人，都不在，并且大家都没有刀具。你不在是吧？他也不在是吧？我不在，我在那个散心嘛。你在哪儿散心？无可奈何。我得好好问问你了。金丝雀，怎么了嘛？你和爱唱歌什么关系？室友啊，因为在这个上面是他和爱唱歌的聊天记录，挨个给你们读一下吧。他的 QQ 名字叫牵牛花，他和爱唱歌说：“唱歌姐姐，我头发乱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给我扎辫子啊？你知道我不会扎头发的。唱歌姐姐可以帮我买点小零食吗？有点馋嘴了。好的，妹妹，龙须酥可以吗？不要不要，小时候吃龙须酥呛到了，就再也不喜欢了。好的，妹妹，我给你买辣条吧。”是我哥哥用海姆立克救的我。请，说明那天也是反常的行为吗？就是我不吃龙须糖。唱歌姐姐，我有点感冒了，今天记得在我睡着以后把空调关了。唱歌姐姐，我长痘痘了，记得给我买药哦，就是那个你小时候同时长9颗痘都不留痘印的那个药。我的脸上已经有9个痘印了，不能再多了。你知道？唱歌姐姐，我想吃红烧肉了。唱歌姐姐，周一要交作业，我的那份靠你了。姐姐，等会儿你去食堂打饭吗？记得帮我带一份红烧肉哦。唱歌说我要排练卡门里了，没有时间去。牵牛花说真的吗？可是我很想吃哎。唱歌说真的，好吧，你别不开心，等我选拔结束了，请你吃大餐。好的好的。唱歌说妹妹，我正在排那家要等3小时的网红奶茶，你要什么口味的呀？他没有回复，然后又说妹妹，今天我打了红烧肉，你还想吃吗？还是没有回复。妹妹，你难道真的不理我了吗？这中间是1个多月都没有回他。爱唱歌说，妹妹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妹妹。我曾经以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我心疼你失去父母，成为了孤儿，一直拿你当妹妹对待。你只需要喊一声姐姐，说一声谢谢，我就会心甘情愿地为你做所有事。但这一切都是我在自己骗自己。对你来说，我只是一个佣人，一个保姆，一个提线木偶。我的委曲求全换来的也只是你的毫不在意。我没想到你会在推艺之星评选后和其他人一样不理我。你的无视让我在这个学校彻底成为了一座孤岛。我以为嘲讽、侮辱、歧视已经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，没想到当所有人都无视你的时候，这种无形无声的霸凌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，让我快要窒息。我要走了，再见。你害死了他，你害死了他。哇，昨天你就该死。但是你太可恶了，我真受不了你这样的女人。是我妹，我要掌掴你。他害死了你的这青梅竹马的姑娘，你快点！他还知道故意接近我的，他还脚踏2条船，还要花别人的钱。我做错了什么？我
没有做，我逼他了吗？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死啊？不，你们评评理，我逼他了吗？我跟那些霸凌一样吗？我跟那些霸凌一样吗？你在利用他的孤独，你在利用他的需要，被别人需要的感觉，在利用他，花他的钱让他照顾你。分手，别说了，分手。后来他拿了最后1名，其实我不想孤立他的，我还想理他，那我以后就恶狠狠地使唤他，也是一种霸凌呀。可是瑞斯拜不答应，他说如果你敢跟他多说一句话，我就不让你演我的任何话剧。我没办法啊，我没错，错的不是我，是他们。你这么狠毒的女人，会在意他的感受？他不在乎他的感受，他在乎是自己的主角。对呀，他就听 respect 的了。对啊，我也没有办法呀，我也是被威胁了呀。是，我只是墙头草，两边倒，没有做什么很恶毒的事情。OK， 那杀人动机感觉就只有我有哈。对啊，就只有他有明确要杀瑞斯拜的动机。但是他们3个是属于有点那个霸凌，就是有点欺负人的那种。 3个霸凌者都遭到了报应，从有小的裂痕和大的裂痕，我浑身开始出血，像用刀刮伤了一样。然后我在练肢体的时候，突然眼前白茫茫一片，再醒过来的时候，在吃龙须汤，魔怔了。而且我到了小卖部。后来我在宿舍里面我就睡着了，我睡着之后呢，我突然感觉到我的鼻子很疼，然后我又感觉到我的屁股特别疼，然后我就睁开眼发现。 我在无可奈何的边上，他也霸凌了呀？没有，就是他没有什么奇怪的行为啊，但你们3个都有奇怪的变化。你们有主观意图上的害他。对，因为那个爱唱歌认得他，所以才会觉得他不理爱唱歌，但是他并不知道。我们是坏人，我们为什么要杀瑞斯拜呢？是，现在杀人动机是只有我有，但是霸凌这个行为，我是没有主观上去。 有行为去伤害到他的，好的，给你一个好人设，一会儿再让你当凶手。这一段是先让你人设高光立起来，来谴责我们仨啊！一会儿咱们再说。好好好好。接下来将进入 X 确认环节。终于轮到你们2个了。 会不会选我呢？选我吧。哇，杀气好重！你镇定的有点反常啊你。他不是镇定，他感觉有点愤怒。被刘玉妮选了是吧？变眼了，小杀手。原来你是凶手，原来是这个状态，会这样就是这么的散漫。哇！假装无事发生。有点奇怪。 有点奇怪，你用这种愤怒和正视来掩盖内心的心情。我愤怒是今天1天的事儿吗？我昨天晚上就开始愤怒了。你太假了，好妙啊他！好浮夸呀！这样吧，我们去死者的房间，正好他跟我是同寝室。没问题。102 ，Let's go。走，咱们去查房。
看点那个白羊座。你别走最后一个，好灯暗了。你是哪一个？啊，这是我的床，上面写的。哎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八字美是有胡子的，你们快看。八字胡？八字胡是谁啊？他是推探。这是女孩的床，这是女孩的床。对不起。这照片怎么回事？就是这个是我的爷爷，然后哎呀我。怎么了？伤心了？对，伤心的往事要来了。就是这个福利院叫做小星星福利院。福利院。其实，对，我是一个孤儿，其实。小星星福利院。没错，小星星福利院。周可可的。周可可的那个福利院。可可，你在哪个孤儿院？什么？我在小星星孤儿院。没事，先听他讲，先听他讲。然后我小时候是在福利院长大的。然后这个人呢，他叫做八字眉，八字不眉，美貌的眉。他是我的爷爷，但这个爷爷呢，也是领养我的八家人，就八家人领养了我，八家人，我就成为了八字美。哦，八字美哦。对，所以这个是这张照片的故事，这就是他当时领养我的时候抱着我在我们福利院门口拍的照片。哦。所以他是孤儿。我是孤儿。对对对。领养的爷爷跟你还蛮像的。找找其他线索。哎，他很奇怪啊，这个人很奇怪啊。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他的所有的衣服的码都不一样。抽屉什么的。抽屉当然了，当然了，抽屉当然了。那个。这个抽屉。这是什么机关啊？不是机关，就是我不小心那个蹭掉了而已。我有个电脑。来，好看好了，朋友们。我们先看 QQ， 最抓马的都是这个软件。这个是 Respect 的 QQ， 登录。谁？他跟牵牛花聊天，这是朵拉，朵拉是你吧？朵拉，这是谁啊？这么飞？这是他。冰若寒，昨天他邮件就是他。什么若寒？是你吧？到了。今天退役之星不要给爱唱歌投票，否则我的音乐剧你就别演了。懂。今年退役之星不要给胡杰投票，否则我的音乐剧就别演了。懂。胡杰也不行。这个 Respect 就是这个退役之星的操盘手。在6月3号的晚上11点半的时候 ，Respect 跟我说，他说让我给他一个我的贴身物品，他有急用。我跟他说，我刚刚丧友，不能这么快再坠入爱河。他说你不要自恋，我要创作剧目了，需要灵感。同为创作者，你应该懂我。你丧什么友啊？对啊，我丧的昨天死的那哥们儿，不是我死的那个女朋友啊，子到了呀。就是你杀的，你在这给我装什么呢？我知道是我杀的，我没有否认啊。所以你很伤心。中华牌铅笔 Made in China， 会可随时记录灵感，仅可随时给人签名，应急之时还能当眉笔，性价比最高的文具没有之一，每个创作者必备的随身好物推荐。没错，很好。你现在把它送过来，放在我宿舍门口。晚上11点。晚上11点半。他就是在问我们要一个我们的私人物件。
他为什么要问你？跟你们什么关系啊？写了，我们两个就是普通的艺术交流关系。不可能，他问你要你就给，而且是贴身的。你看好怎么说的？他说给我一个你贴身物品有急用，我刚丧友不能这么快坠入爱河。我说了我不喜欢你。他说你别自恋了，我要创作需要灵感，同为创作者你应该懂我。我就这么理解，我这么好的一个创作者，我就说那好呀，当然我就给你我的一体创作都 OK。当然of course。你们俩是不是两个人都有点特殊癖好啊？一个恶女，一个变态男。我没有变态，我那个是为了囚禁自己。每个人看一下自己的那个聊天记录，交代一下啊。干什么去？我透气去。真的是反常，我真是。我看看我自己的。今年退役之星不要给爱唱歌投票，这是2003年的耶啊，我参与了。然后呢，2004年说不要给胡杰投票，否则我的音乐剧就别演了。好了，没问题。你也有。然后他跟我说，给我一个你的贴身物品，我有急用。我说啊，什么用？他说想给你量身定做一部剧，用你的贴身之物品编桥段。然后我把我的增高垫给他了。那个有贴身物品就可以做让他们就可以做法变身。做法？每个人都不出现了幻觉。我就去看那个倒影，发现我变成了一个猪头人身的人。我身上这胳膊、腿、后背，包括所有的地方开始从有小的裂痕和大的裂痕，我浑身开始出血。然后我在练肢体的时候，突然眼前白茫茫一片，笼住了我。我想逃，我逃不出去，我真逃不出去。不会吧？不是，他说有可能是他要贴身衣物，然后做法。你怎么知道？他说的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里没有你的，这里没有你的东西，你为什么知道？哎，对呀，没要你的呀。没要我的呀，那我没有产生幻觉啊。你看到猪撞墙啊，猪撞树。那是不是幻觉？那是实物。那个是我，真是我，真是他在撞墙，变成这种状况，他变身的这个状况，是不是被诅咒了？你再看看牵牛花的，再看看牵牛花。也就是给我们3个人都发了。对。哦 ，OK。好的，姐姐。姐姐。给我你也要了贴身物品。然后呢？好的，姐姐。姐姐总算看到我的才能啦！我的贴身物品就是这本书《如何征服英俊少年》，每天晚上我都会虔诚阅读，然后放在枕头下面，只有这样才会安心。这个东西足够了吗？足够。你现在把它送过来，放到我的宿舍门口。所以就是说，昨天晚上的时候，瑞斯拜分别问到了金丝雀，我还有那哥们儿是您好。您好，要到我们的私人物件，恰巧我们3个都变成了怪物。嗯，有奇怪的事情发生，一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可以印证这一点的是，我们3个人彼此看到了彼此变怪物的这个过程。你看到了龙须糖，我看到了纱布人，他看到了猪头人，就证明这件事情不是幻觉。是的。连证据都不用听了。小 X 啊，我现在已经，宿管阿姨刚刚让我收一下宿舍的垃圾，我已经收完了2楼宿舍和101的。我们帮你扔。哎，垃圾我们要看。那等会你们走的时候，顺带收一下102的。行，好，谢谢。谢谢你啦。来的好及时哦，谢谢，确实。来吧。这个凳子上看。来，现在这是谁的？先看。等一下，这个是201宿舍垃圾，谁201？我的，我跟那鹤顶红的。2004年学音乐的人必听的10首歌。天亮亮，因为推所以推，推的传人6节棍，当爱在靠近，刀牛蛋，复杂爱有所谓，江北。2004年的第一场雪。 2004年的第一场雪。
磁带上面我们打开之后会发现，如果你看到这一段文字，代表你已经慢慢变异成校园怪谈中的怪物了。这是一所被诅咒了的学校，只要你在这个学校被某人诅咒，那么你就会变成怪物。是的，诅咒的方法就是将对方的贴身物品拿到夜间自习室的秘密神龛，在贴身物品上贴上诅咒，诅咒就会应验。这顶上写着“为什么这么对我”。发现我变成了一个猪头人身的人，在贴身物品上贴上诅咒，诅咒就会应验。Respect 跟我说，他说让我给他一个我的贴身物品。哦，那你们是被那谁诅咒了呀？这是2B 铅笔是吧？这个就是2B 铅笔。写着什么？哦，猪头人参食量剧增，用哼哧代替所有回答。没错，这就是我用来创作的2B 铅笔。哦，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吧。这个，说来话长。我昨天晚上变成猪头人之后，回到宿舍，想要把我靠在床上，对吧？我打开门之后，我就发现地上摊开我的磁带，并且我在磁带里面看到了新出现的这一段话。哦，我就知道这是一个诅咒。于是呢，我就跟随这个上面的指使，到了这个神龛。果然，我发现这个铅笔上面写着我的症状，我就觉得这个 Respect 诅咒了我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诅咒我。所以你想杀了他，破除诅咒？不对，你说错了。你们听我说，为什么我说我这个时候不想杀他？因为我需要知道怎么破解这个诅咒，怎么回到之前的样子。毕竟你们都忘了，我可是 TYP 的当红歌星。就是我在看到这个2B 铅笔之后，我的第一反应是 Respect 诅咒了我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诅咒我，我和他无仇无怨，为什么他要这么对我？我就想找到他，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怎么把我变回来，就这个逻辑。你这段说的真的是滴水不漏，就像是备好的一样。什么时候拿到的磁带？磁带是我变回猪头，变回猪头，啊，不是变成猪头，拿到手铐，回到宿舍之后发现的东西。你知道我睡觉的时候，我是梦游出去的，变成了猪头。我睡觉之前，这个东西还没有在这里。下一个，这是哪个房间的？这个101谁的房间？我的，你的？是的。这个是推浓茶。这条写的，如果你看到了这个文字，代表你已经慢慢变成就刚才跟他同样的一番话。然后他喝了一包提神醒脑了，是吧？对，因为我昨天误食了龙须糖，我吐又吐不出来，我只能泡一杯浓茶去刮刮油水，我就喝了这个茶，才跟阿姨去查寝的。结果，在我查寝回来之后，居然看到多了一行字。有人诅咒我，他是谁？我好恨，我什么都没做错。你去了吗？神龛？我去了。你在这儿吗？如何征服英俊少年？对。你自己念，我觉得你念带感，来吧。想要征服英俊少年，优秀的第一印象极其重要。在我们的教育当中，留下第一印象的基础方式就是时刻体现出你的教养。面对英俊的少年，你可以称他为“哥哥”，用不同的语气喊他“哥哥”，哥哥，救命！面对英俊少年，你的嘴必须非常甜，这样才能得到他们的关注，才有未来的发展。被击中了，被击中，被击中。原来你嘴非常甜的原因是一直受龙须酥，是不是？让自己的嘴变得特别甜哦。那哥哥。所以呢，
变成白幕后的怪物失去身体的控制权。哦，我要解释一下。瑞斯班问我要了这个私人物品，我就去交给他了。后来呢，我就吃了龙须糖，回来我就发现这个茶叶上面多了一行字。没错。神龛，我一定要去看个究竟。就看到我的本子被放在那儿，后面有我这个诅咒的症状，一定有人要害我。他就是瑞斯班。我一点糖我都不能吃，他让我吃糖，我要啥？不至于吧？我只想弄清楚。你俩基本是一样的吧？也就是把给了贴身物，然后诅咒之后变成了怪物嘛。OK， 好，下一个，来吧，这个我自己开启，这是我的正方写字儿。这么高啊！原来你这个大个啊！因为我本身呢是1.67米的身高，所以为了保持1.77米，每天都要踩高跷。过分了！哦，哇，这个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还是刚才那句话。如果你看到这段文字，就代表你已经慢慢变成校园怪谈中的怪物。在这儿啊，反正纸条在这儿。浑身淌血，痛不欲生，永远反复，这是他对我的诅咒。所以我就是浑身那个出现伤口流血，而且痛不欲生，永远反复。跟你们的故事基本相同的，就是也是他要我的贴身物，我这个增高垫是我的贴身物，我给到他了。但是问题是我回到宿舍之后，发现我本来不是用纱布给自己缠上了吗？后来我就好了，我就回到房间了。回到房间我就发现这个纱布上被人写上了一行字，就是你们同样的字，对。然后我就去到那个地方，把我的增高鞋垫拿回来了。3个一样的故事。没错。哎。你看，我变成猪头是因为我给那个哥们儿起过猪头的名字。你们的症状有没有对应过？你们对谁做过什么类似的事情？没有。我只有小时候，我小时候吃龙须糖有呛的，被那个白色的糖霜。哎，我想说的一个逻辑是这样的，我的这个绷带也好，你的那个茶叶也好，还有你的这个那个磁带也好。这是有一个人来告诉我们这个真相，对吧？对。那这个人是谁呢？我觉得就是诅咒我们的人。What？ Respect 啊 ！Respect 告诉你他诅咒了你，你怎么就知道是 Respect 诅咒的呢？因为他跟你要了贴身物品呢。对啊。但是你怎么证明就是他把这个东西贴上去放到神龛了呢？但我们是放到 Respect 的那个。哦。有人到了 Respect 的 QQ 号私联我们只是把自己的私人物品放到他的宿舍门口，并不是亲手交给他。你有亲眼见到吗？妈，那只能是我了呀。有可能，因为推克帝国有这个 QQ 号，这个。推克帝国成立于2001年10月，发展出了什么代改论文啊和那个盗 QQ 号啊？你可以黑到别人的 QQ 啊。是，但是那你为什么有什么证明不是Respect？那你有什么证明就是呢？就现实有可能。我们是不是去一下神龛会比较好？夜间自习室嘛，对。行，那先去呗。走嘛。我们去神龛有可能就知道了。维修中，禁止通行。换一边上楼。跟我走。你挺熟啊你。感觉要吓人了。又到了圆桌会议的时间，朋友们。
啊，这就是施法现场。完了，6个。6个啊，正好哎，那我们挑一个坐下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试咱们要一下吧。开招了，来吧，我心已经跳得有点快了。不是，我们等一下，我们坐下来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当然是休息了，先把。忘记了。搜证。咱们发现的夜间自习室的秘密太重要了，我用我们几个传纸条的内容做密码锁起来，大家都别告诉别人。几个密码？哦，是字母密码是吧？妈，还不止一个锁。自习室的小纸条。画了一个圆圈。第一个，阿牛7725825838803155530。2是阿华00544444944，试试就试试，气死我了，气死你！哇！然后亲爱的9873166。987是什么意思？987就不去，不 no， 那也不对，亲爱的就不去。ORZ 是啥意思啊？是那个跪倒，这样倒在身。跪下的表情。对不起，有可能。对不起。亲亲我吧，爱我吧，我才88你。我想抱抱你吧。对，880抱你，对，是吧？就是你记得这个是抱吗？那这0什么意思？0005我试试是什么意思？动动我试试。动我。哦，动拐。动我试试，试就试试。气死我了，气死了。那就这个绿色是动。对。暴动波。看看那密码锁呢？密码锁是一个5位的，一个4位的。这不红绿吗？这是暴吗？这是动，暴动。但是它是5个哎。不是在这儿吗？这一行吗？这不 BO 吗？暴吗？这对了吗？哎，哦，接着还是绿色 ，NG， 黑色代表的是不 ，Yes， 哦，哇哦，这什么东西？哇哦！安全火柴，来吧，开始那个空间转移仪式，走，来，你先念吧。我之前看到 Respect 前脚进了夜间自习室，我后脚跟了进去，竟然这里面空无一人。他该不会去了学校的废弃空间吧？对了，用推艺怪谈是不是能打开废弃空间啊？没错，坐在夜间自习室，把蜡烛放在桌上的圆圈处，灯光会熄灭。依次点亮蜡烛后，念出推艺怪谈，废弃空间门就会打开。OK。
哦，这样我们把这个一插进去那一刻，灯就灭了，这是第一个。然后呢，我们拿火柴点着，每个人依次点着，然后说出推意怪人，一人一个。但我们只有6个人，我们只有6个人，一共有7条嘛。那个会有一个人。第7个会有人来念。生上一个头。踹。打地主。放好了已经。没事，这个是意料之中。OK 了。为什么要玩这个呀？准备好。谁最后一个念就可能会。哎呦！没事儿，姐，你旁边坐着那谁呢？手都在抖。没事。扶着就行。快，给我一个大声！好了，这样给我来，这样能看到吗？3、2、1，不要随便开柜子，小心柜子里有浑身是血的人。不要轻易走进无人的琴房，小心那里传来夺命的琴声。不要在琴房逗留，小心看到面目可憎的怪物。不要盯着同学合照看，小心看到多出来的同学。不要忘记关宿舍门，小心床上有人对你背靠背。不要白天入夜间自习室，小心再也出不来。不要冲过图书馆的电梯，小心走到不存在的楼层。别走！来，跟着我走，来。啊，这个好吓人啊！只觉得每位3人那我们可能睡的地方就不一样了呀。这厕所里面有好多怪物，快走！这是囚禁房吗？哇，血手印！这床这么多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？它据可疑，就是这2个时间刚好是可以杀人的时间。我们都一定要记住，我们的时间都一样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作案，我们今天只要找到 respect 的凶手就好了。你为什么马上就认为我这是对的了呢？你是不是也是特别聪明的一种凶手玩法？那你要这么玩，我就确定是你了。不一定是他，因为他太明显了。明天在哪儿？你都在替他挡刀。哦，对哦，还有 X 呢，今天。本节目由思维师超光屏联合赞助播出，解锁上扬能量，推民自线上场。本节目由 SK2 特约赞助播出，根源抗老修护，年轻眼见为实，眼镜一戴人人爱，智能助手悄悄来，与华为智能眼镜2一起开始推理吧。又开始念问号，开始推理吧。一起推图不多的情侣家是能播挂。黑云阴，雪雨滴，推着笼罩迷雾里。小阳声，烛火摇，挂着影子多一句。放声起，脚步急，那些藏进一眼去。真相隐无声的夜里无痕迹。把一
的解密这道题，隐藏着双重身份，谁充当卧底？上微博进入开始推理吧话题页，和推理团一起探索推真的秘密。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语的微博综艺新浪综艺，上知乎搜开始推理吧参与节目话题讨论。新浪新闻 QQ 超级粉丝团星办星款立立成传媒碰星星芒 X 先生乌有岛沉浸游戏体验馆。